每18年一次的週期，難道都只是巧合，都只是封建迷信嗎？每一次的時間點都一樣，你真的可以不信嗎？而其實更多的不是你不信，而是每一次大家都把18年前的事給忘了。什麼意思呢？1972年的美國大蕭條呢，很多人說是因為石油危機讓美國的經濟崩盤了。但如果你抽絲剝繭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在更早之前呢，美國的樓市已經崩盤了。然後18年之後，也就是1990年，很多人說是因為蘇聯解體了，美國沒了競爭對手了，所以大家都不工作了，然後才會經濟崩盤了。但是你再看細一點，其實也是在更早之前，美國的樓市也已經崩盤了。然後又過了18年，也就是08年金融危機嘛。很多人又說是因為雷曼兄弟破產了，美國的經濟才會崩盤了。但其實也一樣，雷曼兄弟破產它只是一個果，不是因啊。真正的原因呢，其實又是因為當時的美國人還不起房貸了，樓市已經崩盤而造成的。也就是說，每一次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張牌呢，都是因為樓市先崩盤。這個才是引爆經濟崩盤的導火線啊！那麼不知不覺的，08年到現在，準備又到了第18年了。到明年2026的時候呢，這18年一次的週期又會再來一次了。那18年前的慘痛，你還記得嗎？18年前你後悔沒有在底部抄底身邊賤賣的資產，這一次你還會後悔嗎？大家好，我是掃地僧。如果你覺得我在危言聳聽，那為什麼你還要看呢？既然你看了，你就要意識到，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比08年更可怕的數字，在美國誕生了。你就要去接受這個數字，並且做好一切的準備。因為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財商，毫不誇張的講，你將會失去你的家園，失去你這麼多年努力奮鬥的所有一切。就是你會發現，現在全世界安靜的非常可怕，完全沒有人意識到，現在美國商業房地產，也就是辦公樓啊、門店的那些貸款的違約率，它不再是5%，更不是8%，而是已經到了11.8%。你會發現，08年之後，這一條紅線最高呢也才暴漲到12年的11%，而現在2025，這已經暴漲到11.8%了。為什麼呢？那這就引來一個更恐怖的數字，就是美國辦公室的空置率已經暴漲到了20.7%了。像這舊金山跟紐約這些大城市呢，他們的 CBD 辦公室更是直接空了40%了。這又是為什麼呢？自從20年疫情之後，美國呢就玩起遠程辦公，做生意的人就會發現，原來很多的會議都不需要一個場地來去開的，很多的工作都不需要大家擠在一起才可以完成的。那我還要租那麼多那麼貴的辦公室做什麼呢？好，你也可以說啊，是因為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飯碗，又或者你可以說美國就業的數據越來越差，失業的人越來越多，所以就不需要那麼多的辦公室了。也就是說，這不僅是因為經濟不好，所以住不起，而是永久性的不再需要辦公室了。但不管原因是什麼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就是這個空置率的數據。當這些辦公室沒有人租的時候呢，那房東拿什麼錢去還貸款呢？沒有租金就等同於斷了他們的現金流嘛。就說他們很幸運的租出去了，現在租金呢也已經崩盤了。因為我們都知道嘛，租金它是貴是便宜呢，都是市場供需來決定的。如果大家都搶着去租呢，那你的辦公室的租金是不是越貴呢？而如果像現在這樣，大家送也不一定要的時候呢，那就要不斷去建租了。你一個去建租，兩個也建租，那到最後，就算你的租金已經很便宜了，也都還是租不出去的。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啊，我現在租了你的辦公室之後，下一個房東還會更便宜的。所以你去思考一下，這些房東他們要還貸款的錢呢，是1分錢都少不了的，但是他們收回來的租金呢，卻可能少了一半啊。你平时收租100萬，然後呢，你要去還100萬的貸款，還個5年10年了，你把貸款還清了之後呢，所有你收到的租金都是你的。但是現在100萬的租金，你也只能收個50萬回來，而你要還給銀行的錢呢，依然是100萬，而且這50萬呢，都不一定有人去租啊。也就是說，你每天一睜開眼睛，你都要去虧錢。那你可以做什麼呢？第一呢，就是你拿自己的老本出來，咬着牙去還錢。
第二呢，就是讓銀行寬容一下，讓你慢慢的去還。而最後一條路呢，就是把鑰匙扔給銀行，說這個房子我不要了，你要就拿去吧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不還錢了，賴賬了。也就是現在越來越多人的選擇，讓違約率不斷的暴漲的原因啊。而一旦銀行借出去的錢都收不回來了，那會怎麼樣呢？它是會倒閉的。這個就是歷史不斷的重複，不斷的發生，不可逆轉，經濟的骨牌倒塌的開始啊。但問題就來了，這違約率這麼高，已經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就是我們再看一次，違約率呢是從23年開始暴漲了，那到現在還看不見崩盤了，這就是18年週期的可怕之處。不是不報，只是時候未到。違約率高呢，這只是告訴我們這個炸彈已經準備好了。但是要點燃這顆炸彈呢，卻必須要等到2026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美聯儲準備要停止縮表了。什麼意思呢？停止縮表，也就是它不再從市場上去抽水了。那這不是好事嗎？各位，每一次我們都知道他們在說謊，他們也知道自己在說謊，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，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。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，而有的人明明知道他們在說謊，卻選擇相信他們說謊的謊，這個就是愚蠢。如果你不想要成為這一次的犧牲品，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階層的話，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，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。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以後就忘了，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，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，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，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。還有最近很多不法的分子冒充我的名字去進行詐騙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警告啊。首先，美國的商業地產無論是價格還是租金呢，都已經崩盤了，這已經是事實。摩根大通就說嘛，美國辦公樓的價格已經跌了整整3年了，一棟3年前值100万美元的寫字樓呢，現在可能只值60萬，這還沒完了。他們預測未來2年這個價格還要跌個40%。最重要的是，美國在20年時候，你借錢買個辦公室，利息呢才23%，現在利息呢已經到6%、7%了。也就是說，你買個辦公室回來，價格它跌了，你賣又賣不出去，租金也跌了，你出租又租不到一個好的價錢，而且銀行的利息呢還變貴了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美國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呢？就是因為這些房東他們借錢的利率是固定的。什麼意思呢？比如說你在20年你買了一棟商業大樓，當時銀行就會跟你簽一份利息鎖死的合約，就是你每年要給我還2%的利息，那我就借給你5年。這5年裡面，不管外面呢是天崩地裂，利息呢就算漲到10%甚至20%，都跟你無關的。你每個月呢永遠就只按2%的利息還錢給我就 OK 了。這就是固定的利率。也就是說，這些在20年疫情買辦公室的房東呢，他們還錢的成本其實早就在簽約的那一刻就被凍結了。那麼在20年、21年這段疫情的時間呢，發生了什麼事呢？美聯儲當時為了救疫情的經濟，直接把利息降到接近於0，而且還瘋狂的印錢，市場上的錢就多到要淹沒嘛，讓當時的辦公室價格就暴漲了。無數人呢就搶着用這23%這種接近於白送的利息，簽下大量5到7年的貸款了。所以就算到現在房價跌了個40%，就算現在租金对半腰斬了，但沒關係的，他們咬牙撐一下呢，勉強還是可以還那23%的利息的。就算現在市場新貸款的利息漲到6%、7%，也跟他們無關的，因為他們跟銀行的合約呢就是鎖死在23%的利息嘛。再簡單來說呢，就是因為他們鎖死的利息是這麼低，所以他們的防守能力就很強，就好像打了麻藥一樣，就算他們被套牢了，只要他們不賣，繼續的去還錢，熬過這段時間的低迷，就可以東山再起。但是問題就來了，所有的麻藥都有要過期的時間了。辦公室跟我們的普通人住的房子是不一樣的，我們房貸呢是可以拖着30年去還的。但是辦公室呢，年期呢是很短的，就5到10年，大部分都是5年。也就是說，在20年到21年，他們簽下的固定利息呢，
就會在2025到2027集中的到期了，大部分呢更是在2026到期的，所以前面的數字其實還好，因為接下來的這個數字呢比前面所有的數字更可怕。無論是 Morgan Stanley 還是標普，他們都指出了一個數字，就是未來2年將會有至少1.5萬億美元的商業地產債務到期了。到期意味着什麼呢？你在21年的時候呢借了100萬，這5年裡面呢你都只是要還23%的利息，所以你就可以還得起嘛。但是5年之後你要還的就不僅是利息了，還有銀行借給你的100萬本金。那你的100萬要怎麼還呢？你現在那棟辦公樓的價格都崩了，你賣又賣不出去了，所以大部分的情況，買辦公樓的房東呢，5年之後都不會真的有100萬的現金還給銀行的。他們的做法呢，就是再融資嘛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再去向另外一家銀行借100萬的新債，去還掉之前欠下的100萬舊債。而這就是為什麼18年這個噩夢週期將會在2026年開始的原因了。剛才就說了嘛，現在利息已經不再是20年、21年的23%了，而是翻了1倍到6.7%了，甚至更高的。而且你的那一棟辦公楼呢，價格已經腰斬了。以前它值100萬，那銀行就會借100萬給你。現在它只值60萬，那銀行可能只願意借40-50萬給你。也就是說，你不但要面臨利息翻倍，你還可能只能借到40-50萬，這樣你就還不起100萬了嘛。那麼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現在25年貸款集中到期才剛開始，違約也就是那些不還錢的房東已經比08年的時候高了，違約率已經接近12%了。那麼明年2026呢？當成千上萬的房東都選擇把鑰匙扔給銀行的時候，銀行就會從一個放貸的變成全美國最大的二手樓回收商了。還有呢，就是最倒霉的房東了。這些辦公樓跟商鋪呢，本來就是因為沒有人租才會違約的嘛。那你銀行也不能賣，因為你大量的去賣，就更沒有人接盤了，價格就會更崩了。但是這棟樓呢，需要你一直去花錢，就你要付物業費、維修費、房產稅，一樣都是不能少的。每一天呢，都會悄無聲息的給你銀行虧錢。所以你會發現，現在美國的銀行呢，已經在做2件事了。第一呢，就是不敢借錢。以前你去銀行貸款買個車、裝修個房子、擴張一家小店，銀行都是笑眯眯的歡迎你的。但是現在銀行看到任何的貸款申請，第一個反應都是覺得你這個人會不會是下一個還不起錢的呢？所以銀行為了不出錯，他們就把借錢的門檻提高了，然後市場就會缺錢。還有呢，就是瘋狂的追債，銀行自己缺錢了，他就會翻開賬本，給所有接過錢的人打電話、發郵件，讓他們去還錢。他們就會想盡一切的方法，把自己放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盡快的收回他的金庫裡面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前幾集的影片都在說，美國現在陸陸續續的都有銀行倒閉，銀行那些用來救急的錢呢，都已經被用完了。美聯儲的隔夜逆回購，還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呢，都已經見底，還有觸碰到紅線的原因了。然後呢，那些中小公司，他們平時就是靠銀行借錢來生存的，那就拜拜了，一夜之間倒閉了。他們跟他們的員工呢，就會成為第一批失業的人。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平均20%的空置率，大城市40%的空置率，代表什麼呢？一棟辦公樓呢，它到底可以養活多少人呢？掃地的保安的、咖啡師、便利店、建築工人、裝修、設計、建材，全都沒工作了。最後可能連那些公務員都要失業了。美國政府現在是不是在大裁員呢？為什麼？因為商業地產價格崩了，是不是也代表美國最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，也就是房產稅也跟着崩了？那政府現在天天就說沒錢，也削減了開支，那些不是很緊急服務的工作，是不是就要被裁掉了？那這不僅是理論上了，就是現實已經在發生了嘛。你可以看得到，現在美國最重要的非農就業數據現在也已經崩盤了，失業率也不斷的暴漲了。而這就會像瘟疫一樣擴散，失業就會沒錢嘛，沒錢就不會花錢嘛，不花錢那些做生意的就賺不到錢了，賺不到錢就會倒閉了。一家公司倒閉，100個人失業，
形成惡性的循環。那麼美國人失業，商業地產崩盤，銀行倒閉，關我什麼事呢？我一不在美國打工，二沒有存錢在美國，三沒有買美國的辦公樓。如果你也是這麼想的話呢，這就可以證明了，人類真的是可以把每一次18年前發生的事忘記得一清二楚的。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了，無數人也是這麼想的，他們覺得次貸危機只是美國那些窮人炒房的事，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了。結果呢，那些在東京、香港、首爾、柏林、台北的普通老百姓，他們其實也沒有做錯任何事嘛，他們甚至沒有做過任何投資的。但是經濟崩盤的时候呢，他們的老闆、家人、朋友手上的公司股票、房子全都要拿出去贱賣了贱賣，以至於很多兢兢業業的人工作也跟着沒了，是不是這樣的？然後呢，美聯儲印錢，錢全都是進了華爾街的口袋，全世界的物價就暴漲，薪水呢就10年不漲，房價卻漲了幾倍，是不是這樣的？那麼問題就來了，如果你當初手上有大量的現金，可以在當时瘋狂的抄底，你今天的身家地位會不會完全不一樣？所以真的跟你無關嗎？但是這些數据跟情況都是真實已經在發生的時候，真的距離你很遙遠嗎？為什麼今年4月美股的股災，現在比特幣的崩盤，我們1分錢都沒有虧呢？不是因為不投資就不虧損，而是因為我們把錢轉移到黃金跟白銀，把握住這波歷史以來最大的暴漲，賺到非常不錯的現金。所以選擇資產跟選擇時間重不重要呢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段時間在打游擊戰的原因，因為我們比巴菲特更靈活，他賣股票要提前1年，我們只需要提前1秒，所以我們可以賺到錢就跑了。然後呢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一只股票你買它失敗的概率是99%，你要不要投呢？大部分的人都搖頭了，對吧？但為什麼你不去問一下，你投這個股票虧的話會多少錢，賺的話賺多少錢呢？如果今天我投100只股票，有99只都虧錢了，但每一只我只虧1萬，我是不是就虧了99萬呢？但只要我有一只贏了，我就可以賺1000萬，那麼我最後還賺了900多萬了。所以我虧了99萬，是不是只是我的投資成本呢？所以勝率是很重要，賠率也同樣重要。而且第一，我们是不會有內幕，所以我們不可能知道哪裡是底部的，你去抄底就等同於接飛刀。第二，我們不需要去預測泡沫什麼時候會破，我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在泡沫裡面衝浪，在崩盤之前撤退，自動化的去執行賺夠就跑的止盈機制。記着，我們不是要去當股東的，而是去收保護費的。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，把這一套泡沫裡面搶錢的完整系統全部塞進了投資改命培訓營裡面。今天你不需要付$400，甚至你不用付1塊錢，只要你是我的粉絲，真的想要在市場活下去，我直接送給你，算是一場公益課。那麼上一次沒有搶到門票的人呢，這一次手慢了也一樣沒份了。所以趕快點擊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，立刻去鎖定你的位置，不要等我已經出現了，你虧錢被套牢了，你才想起曾經有這份名額放在你的面前啊。聽到這裡呢，你可能會覺得，等一下，就是你掃地聲講了半天了，現在美聯儲不是已經在降息，還有停止縮表抽水了嗎？那麼明年利息降了下去，這些房東借新債還舊債的成本不就可以降低了嗎？危機不就可以解決，或者是延後了嗎？各位，重中之重就來了，美聯儲降的到底是什麼利息呢？其實是銀行跟銀行之間互相借錢的隔夜利息，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借錢給你很短的時間，你要付的這個利息，就是幾個月就要還錢的利息。但是商業地產的房東們呢，他們借的不是隔夜錢啊，不是短期的錢啊，而是5年、7年、10年的長期救命錢啊！決定這筆錢利息貴不貴的，除了是美聯儲控制的那個利率，更重要的是市場的供需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市場上借錢的人多不多啊？越多人借錢了，那利息就越貴嘛。還有市場上的供應多不多啊？越多的錢借出來了，那利息就越便宜嘛。所以我們就先看一下這個需求，到現在借錢的人多不多啊？你可以看得到這圖有3條線。代表的都是商業地產貸款的需求變化。我們簡單點嘛，
當紅藍黃這三條線往上走呢，就是大家對借錢搞辦公樓的需求越大，往下走呢就是需求越少嘛。你會發現23年之後，也就是違約率開始往上走的時候呢，這三條線就是不斷的往上走了。也就是說，市場上越來越多的人呢需要借錢，也因為這樣，現在商業房地產的利息呢已經漲到了剛才說的6%、7%了。就剛才說了嘛，就是因為無數在20年、21年借了錢，現在被套牢的房東，他們都要集中準備要還錢了，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借更多的新債去還之前的舊債嘛。這個就造成了借錢的需求爆炸了。而2026年呢，更多的舊債就要到期了，更多的房東需要借新債來還錢了。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，借錢的需求呢就會更大了？那麼利息是不是就會比現在的6%、7%還要更貴呢？然後我們去看供應嘛，現在市場上的錢多不多呢？剛才就說了，銀行自己都不夠錢了，救命錢都用光了，那你覺得錢是變多了還是變少了呢？而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，注意聽了，美聯儲在這個要命的時刻，他做了一個看似在救市的決定，他停止了縮表抽水了。縮表呢，就等同於不斷的在市場把錢抽走，讓市場上的錢變少。那現在停止縮表了，就是說停止讓市場上的錢變少了嘛？那這是好事情啊，對啊，本來是好事了。但是很少人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美聯儲它是怎麼縮表的？它是調整資產的配置的，也就是說，它準備把自己手上2萬多億的 MBS 全部換成美國的國債，什麼意思呢？很簡單。現在的美債沒有人買嘛，所以就崩盤了。美聯儲為了不讓美債崩盤，所以就賣掉手上一個叫做 MBS 的資產，然後套現了2萬億去兜底接盤買美債。也就是說 ，MBS 這個資產呢將會被大量在市場拋售。MBS 這個資產我們在前幾集的影片都說過了。簡單來說，就是銀行借了錢給你去買房，你每個月就要給銀行還7%利息的房貸嘛。然後銀行呢就會把這筆房貸打包成每個月有5%利息回報的理財產品，叫做 MBS， 然後賣給投資者，這樣銀行就可以把自己借出去的錢都收了回來，而且還可以瞬間賺中間2%的利息。而美聯儲一直以來呢都是 MBS 的接盤俠，每年呢都會拿個1萬幾千億的美元，無條件的去接盤這些房地產的債務。那麼再直接點呢？銀行把錢借出去了之後呢，他就沒錢了嘛，而美聯儲呢就會無條件的去買這個 MBS， 把錢給銀行繼續的去花。那麼現在問題就來了，美聯儲準備不再去買這些 MBS， 也就是說美聯儲不但不再給錢銀行去花了，而且他還要賣掉跟銀行和市場收回来之前他給出去的錢，而且這筆錢還不少啊，是2萬億美元。在國家大局面前哦，美聯儲要用這筆錢去保住美債，然後放棄房貸的市場，這個就是重點了。如果2026年房貸因為到期了，大家需要借新債還舊債，所以借錢的需求不斷的增加，但同時呢，房貸的資金卻因為銀行手上沒錢，而且美聯儲還要拋售 MBS， 讓房貸的資金供應量不斷的變少的時候，那利息會怎麼樣呢？借錢的人越來越多，錢卻越來越少，銀行是不是要收你更貴的利息呢？也就是說，現在6%、7%的利息已經比20年疫情的時候翻了1倍了。那麼在2026年的時候，這利息非常大的概率將會再暴漲啊。那麼到時候這些被套牢的房東，他房子賣不出去，租也租不出去，還錢又還不起，還得起又付不起利息，那他們會怎麼樣呢？集中違約不還錢就是唯一的出路嗎？也就是說，美聯儲現在確實是降息了，但房貸的利息卻反而漲了。美聯儲確實要停止縮表了，但他要拋售 MBS 來救美債，讓房貸的錢變得更少，利息更高。這反而就是明年2026引爆商業房地產這個炸彈的導火線。所以巴菲特他拿着天量的現金在等，大空頭也在等，對於我們來說也是。如果崩盤的火車快撞到我們了，那我們一定是要先離場，保護好自己的錢了。
如果你覺得投資是你一輩子遲早要學會的技能，如果你還沒有走進我們投資改命培訓營的公益課，那麼你一定要趕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去報名哦。今天這部影片，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，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們一起理性討論。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你聽不懂了，我建議你把我前2、3期的影片看完，因為邏輯都是環環相扣的，而時間關係呢，只能在此結束。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怎麼樣呢？很多人都在等這一句話，將會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關於成為富人、企業家、投資家、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錯過，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，然後打小鈴鐺，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。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、2句話是有用的，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好了，我們下周不見不散，拜。